你们几个去前头排队盯着。小姐，小姐，快起来！小姐，顾少爷来了，在哪里？人呢？顾川在哪儿？奴婢要不这么说，您能醒来吗？天亮了，庙门马上就开。您不是说一定要抢在顾少爷之前上香吗？也许顾少爷还没醒呢，他肯定想不到小姐半夜就在这儿堵他。哎呦，他要是不出现，我抢这么早有什么意思？对啊，我明明听见顾川那小子说今天要来求签，不可能不出现，还不赶紧去山路上蹲着，看看顾川来了没？原来是首富安家的千金，那他口中的顾家少爷，定是我家相公恩师前御史顾永胜大人的独子了。我就是要当着他的面让他知道，只要我安西西所到之处，就没有他顾川的活路。恩师有难，我怎能坐视不理？待会儿若是安小姐羞辱顾少爷，顾少爷被迫下跪之际，我便冲出去一把扶住他，厉声痛斥安家，保全顾家颜面。小姐，顾少爷上山来了，马上就到。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打开。我堂堂御史夫人，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真有缘啊，咱们又见面了，顾少爷。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听说你要来求姻缘，就过来帮你了。你们顾家如今温饱都成问题了，你怎么好意思娶个老婆陪你一起吃苦？只要你说一句顾家的人都是骗子、乌龟、胆小鬼，我就把这箱子钱送给你，让你娶老婆，怎样？可笑！你以为谁都跟你们安家的人似的，掉进钱眼里去？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吗？你胡说！给我砸！欺人太甚，哪有拿钱这么砸人的？怎么样，你认不认输？够了，安西西，你再丢我一次试试！好啊。你有胆子再试试！哎呦，我的顾少爷，光动嘴皮子有什么用啊？这可急死我了！是就是。我不跟你吵，我今天是来求签的。想求签，排队。排队就排队，你还不是要排队？听着，我们家小姐要上香，谁愿意让位的，过来领银子。我呢？给我银子！想进去，没门儿！等我进去，我就让他们都在这里排着。你想上香，明年吧。真是惨绝人寰，催人泪下。天子脚下竟有如此仗势欺人之事，这可怜的孩子，我必须去安慰安慰他。顾少爷真是料事如神，等在这里果然有钱派。托顾少爷的福，咱们都过上了好日子。只可惜我是第一次来，要是早些认识顾少爷就好了。这些人居然全是他雇来的通缉，一向清廉的顾大人，怎么生出这么个狡诈如狐的儿子？放心吧，顾少爷，我们一定不会出去乱说的。行了，散了吧。少爷，刚才地上散落的钱都捡回来了，有500多两。怎么这次才500多两？是我刚刚演的不够卖力吗？少爷，我都说了，卖惨不是长久之计，安大小姐会麻木的。你打一条落水狗久了，也不免会有恻隐之心吧？幸好我早有准备。阿福，走，我们这就去刺激这位安大小姐。我的天菩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把眼前这个风流倜傥的贵公子跟刚刚那个挨打的落魄少爷联系到一起？这简直比戏台上的大戏还刺激！你们几个，快，别管轿子了，赶紧跟我进去，可不能错过场好戏。爹，今天以后女儿就成年了，也不知还能为爹承欢跪下多久。快，爹，快拍着我的肩膀说，女大不中留，爹该给你定亲了，然后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挑夫婿了。一想起来就不由得让女儿悲从中来。死丫头，你爹我身体好好的又没得绝症，最少还可以让你尽孝几十年呢，哭什么哭？你是不是咒我？爹，女儿不是那个意思。最好没有那个意思，不然为父把你的腿打断。靠爹不如靠自己，为了名正言顺的来求姻缘，还得拿顾川那个倒霉蛋当幌子，悔是用心良苦了。
菩萨明鉴，我娘死得早，我从小就没有娘亲。我知道我爹父兼母职把我养大，又要操持这么大的家业，属实不容易。偶尔忘事也是情有可原，但我今年已经20了，再拖下去就要被人耻笑了。求求您让我爹赶紧想起我的终身大事吧，拜托了。对了，千万不能是苏家绸缎服的少爷啊，我不喜欢他。今年我满20了，万一他直接上门提亲，想起那苏少爷我就浑身发毛。他倒没什么不好，就是人太憨了，每次看到我就只会脸红傻笑。我真嫁给他，以后铁定会被姐妹们笑掉大牙。我安心心的相公不需要大富大贵，也不需要权势滔天，但一定要潇洒倜傥，能让我怦然心动。可惜我当年少不经事，反而激走了他。后来在京城四处打听，也再没找到。要是能让我再遇到那位公子就好了。这庙要不要灵运到如此程度？如果能让我跟眼前这位公子冰释前嫌，再续前缘，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耗尽这辈子的所有运气。好巧，又见面了。不知道姑娘还记不记得在下？自上次一别后，在下倒是经常想起来姑娘。一点也不巧，这是我在佛前苦苦许愿求来的。我有个唐突的想法，希望姑娘不要怪罪。在下能不能向姑娘提亲？我是不是在做梦？你当然是在做梦了。顾川，安西西，你死了这条心吧！人家公子怎么可能会看上你？又不是瞎了眼。你怎么会知道？你这身衣服哪里来的2年前你送你爹出城的时候，很不巧，我正好经过，看见你望眼欲穿的盯着那位公子离去的背影，口水都快滴下来了。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满足你的心愿，让你再见到你的意中人。所以这几年，我把你用来砸我的钱都存下来了，重金定制了一套一模一样的衣服。怎样，满意你所看到的吗？奇耻大辱！可更气人的是，眼前这个嚣张的人和从前那个任我欺凌逆来顺受的顾川，简直判若两人。我懒得理你。姓顾的，本小姐先来的。有人可以作证吗？你不要脸！你欺负女人！我欺负女人？哼！你有本事走出去问问京城的百姓，这2年是你们安家欺负我们顾家，还是我们顾家欺负了你们安家？爹爹和我的确穷尽办法羞辱过顾家，但那是顾家先对不起我们的，这都是他们活该。那又怎样？你们顾家没一个好东西，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有比这句话更适合拿来形容你爹和你的了。按我的想法，你也别求姻缘了，你们安家断在你这一代就够了，免得祸害别人。你们顾家才不得好报呢！我诅咒你这辈子讨不到老婆，孤独终老。彼此，我也祝福你的心上人3妻4妾，第8个才轮到你。放手，我先。想得美！华光庙本仅49支签，凭空多出的94号乃是太祖求得的大凶签。此签主灾厄缠身，重则苍生蒙难。太祖下令将其封藏铜底，给名94，寓意九死一生。一旦签落，便是大祸将至，即刻上报朝堂。5年后，京城安家稳居首富，产业遍布全城。坊间戏称宁做安家仆，不当寻常商，全城皆依附安家度日。安家但凡稍有瑕疵，便会大肆传开，沦为市井笑谈。我们家大小姐实在是不容易，身为安家最大的污点，她竟然还能每天大摇大摆到商行帮忙，这心脏委实强大。不过这也着实让人头疼，每天她驾临前的半个时辰，就是商行里的渡劫时刻。我平时对你们怎么样？掌柜的义我们犹如亲兄弟，掌柜的义薄云天，待我们犹如亲兄弟。既然大家是兄弟，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掌柜的请说，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平时开火身先士卒也就算了，今天是大小姐的生辰，你们是不是该牺牲一下？我准备了份礼物，
一会儿你们谁送去给大小姐？你们干嘛？掌柜的，别搞我们了。说好的赴汤蹈火呢？赴汤蹈火可以，跟大小姐接触不可以。你们这群丧良心的叛徒！谁是叛徒？大小姐，其他人都去忙。姚叔，你跟我进来。大小姐，这样不好吧？我觉得商行的事情应该让伙计们也参与参与。可是我想跟你说的，不适合让其他伙计听到。姚叔，商行的账是不是有点问题？怎么连区区几万两都拿不出来了？账当然有问题，要不是我暗中做了一本假账，老爷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商行的钱早就被大小姐败光了。他若想学做生意，交点学费也无妨。可问题是，他的钱全砸在顾家少爷身上了。前月顾少爷醉游酒官，他当即全资买下西城所有酒肆，决意断其酒瘾。上月少爷痴迷赌坊，他又尽数收购，欲借其赌性。如今听闻少爷踏入青楼，此番查账，分明打算包揽全城青楼。不论能否断其色欲，逼良为娼之事，安家绝不涉足。我绝不会纵容大小姐行事。大小姐，虽说安家和顾家曾经是有恩怨，不过这几年老爷都不再去找顾家麻烦了，小姐你又何必跟顾少爷过不去呢？话不是这么说，姚叔，我爹已经老了，自然拉不下脸去做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情。但我身为爹的女儿，怎么能不秉承父志呢？我就怕老爷回来以后一口气提不上来，你真的要秉承父志了？你说什么？没什么，我是说，大小姐既然有需要，那容我再调动调动，凑一凑。只能用托字诀了，反正过几天老爷就回京了，到时候这烂摊子就不归我管了。如果大小姐没其他吩咐，那我就先出去了。等一下，姚叔。不可啊，大小姐，快回帘子里去！要是让人知道我和未出阁的大小姐单独在房间里面对对面说话，我就是长了10张嘴也解释不清楚啊！姚叔，别人就算了，你看着我长大，难道还不清楚我吗？我岂是那种拘泥小节之人？话不是这么说啊，大小姐，你当然不在乎了，但我还没成亲呢，万一被老爷知道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逼我娶你怎么办？大小姐年方25，尚未凶婚，还常出入商行，伙计只得挂帘隔壁，以保分寸。唯恐老爷仓促促成婚事，我身为商行单身骨干，怕是首当其冲，务必趁早打消这份隐患。我只不过想问问姚叔，还记不记得我今天生辰？我在玉福楼摆了几桌，想请您赏脸。不过现在看来，姚叔应当是不记得，也不愿意了。大小姐，我糟了，我准备的礼物还没送出去呢，现在拿出来，大概也晚了。不能生气，安心心，今天是你的生辰，也是你第一次大张旗鼓的过生辰。你要告诉所有人，你安西西就算不嫁人，日子一样过得如鱼得水。如果这点小挫折都受不了，以后漫长的人生要怎么度过？大小姐，您可算来了。您相熟的姐妹们已经基本到齐了，都安排在2楼的1号雅间。安排的不错，辛苦你了。安小姐，这边请。实在对不住大小姐，其实我安排了几个雅间的，但夫人们非说人多热闹，分开就不好说说笑笑了。若不是我拼死抗争，他们刚才还想把几位姑爷也留下呢。知道了，你去开席吧。老姑婆，你说什么？你这熊孩子瞎叫什么呢？从哪里学来的这些胡话？没点礼貌！
你这熊孩子瞎叫什么呢？明明是娘，你刚才说……小孩子真是调皮。哎呦，小祖宗，不哭不哭哦，哭多了可会变丑的，丑了以后就没有人要了，没人要就会变老姑娘，变成老姑娘可惨喽。赶紧抱出去哄，别在这哭哭啼啼惹人烦。嗓门真亮，将来一定是个女中豪杰。快快把虎子带出去吃！掌柜的，给奶妈们在外面另开一桌，快！今天西西，不是我有心说你，以你现在的年纪，也该定下来了。就是啊，你看看我们，一个个都尘埃落定了，你还跟个浮萍一样飘着，这怎么能行呢？你现在年轻，可能觉得没什么，等将来老了，我们膝下儿女成群，你一个人形单影只的，你就知道苦了。虽说你们安家家大业大，你不愁没钱养老，但钱到底是身外之物，女人嘛，还是应该有个依靠，男人才是你最终的归宿啊。刚才孩子们童言无忌，话是有些难听，但正因如此，你更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连3岁孩子都知道的道理，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满心疲惫与无奈，却无人可诉。我原本以为打出过生辰这块免死金牌，起码能换来1天的安生日子，大概是永远不会愉快了。如果不是顾川，如果不是5年前华光庙那只倒霉的夏夏切，我早就过上相夫教子、数钱数到手机的人生赢家日子了。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跟他成婚？我脑子有病才看上他。圣上的意思是，你们俩这辈子都别成婚了，各自单着就好。记住了，这是密旨，除了圣上，你我还有顾川，绝对不可有第4个人知晓，否则……随着他这一话，我的青春和正常人生也就此咔嚓了。凭什么？顾川那种刻薄鬼孤独终替是罪有应得，我做错了什么？要被拖累到断子绝孙？所以说啊，你明天就跟我去见见城南的李公子，还死活缠着李公子。怎么了？是我们刚才说的太过分了吗？没有，我只是突然想起了一个仇人而已。那就好，那就好。刚刚我们说到哪儿了？哦，对，你老大不小了。那个李公子虽然腿有点瘸，但……我突然有些尿急，你们先聊，我去就来。再听下去，我真的要崩溃了！不行，我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凭什么我在这里受折磨？我一定要让顾川那个王八蛋的下半辈子和我一样，没有半天好日子过。京城分东西2城，东城显贵，西城杂流。前几年我顾川流连西城各酒馆，醉则眠，慕则归。今年5月，安强西买下西城所有酒馆，一切照旧，唯独不许接待我。请。寻常酒鬼无酒便活不成，我却转兜马步馆，日日大杀四方。1月后，安西西途经此处，听见我笑声，怒而买下全城坊马步馆。如今西城只剩青楼尚未入安家囊中。我实在很好奇，如果我迷上了软玉温香，安西西会不会为了跟我作对，把所有青楼都给买了？为此，我昨天特意去踩了个点，消息应该已经传到他耳朵里了。你昨天去青楼了？是，但我是有原因的，实际上是因为……别解释了，叛徒。抱歉。你去青楼为什么不叫上我们？独乐乐难道会比众乐乐更有趣？就是啊，要不是我们消息灵通，还不知道你小子转了性。你们俩不是从来不好这口吗？
开什么玩笑？我和北庭背着你都不知道去过多少次了。从前我们觉得顾大人家教严，你一定十分鄙视这种行为，所以每次去都瞒着你，以免你瞧不起我们。没想到你们是这种人，我现在的确有点瞧不起你们。与人相交相伴，总要有些消遣趣事，整日循规蹈矩反倒无趣。朋友结伴玩乐，不过是图一份自在快活。有人管束相伴，何尝不是福气？你们哪懂我这份孤单？我反倒盼着身边能有个人相伴相守，不必日日躲着家父。生活里也只剩和安西西拌嘴解闷了。我们早先还总担心你性子孤僻，如今见你这般想法，倒也放下心来了。我也是，我也是。之前还发愁西城酒馆、牌馆都不让你进，咱们往后该去哪儿相聚？如今正好，索性去雅致乐坊，既能小酌闲谈，也算有了好去处。就当庆贺老顾想开了，今晚乐坊的开销我全包了。做人总得有分寸，出门消遣无妨，可绝不能辜负家人，再晚也得归家安歇。唉，你说的对，人生在世，成家立业皆是大事。成了家，自然要尽心顾家。这般光景，这些年我早已见惯。他们在外消遣片刻，到点便匆匆归家，好似心中有所牵挂。旁人看来是束缚，于我而言，却是求而不得的温暖。你们在外欢聚，倒还守着分寸讲规矩。若是嫂夫人知晓，想必也会宽慰不已。有本事你也成家试试！真论起来，你未必比我们强。好，好，好，算我说不过你们。这么晚，你去往何处了？君萧家添了小女，我前去道贺，多饮了几杯，故而耽搁至今。我怎会养出你这样满口虚言的儿子？他的小女都已办过3次满月会，你当我记性全无吗？这次是另一位小女儿，你还敢狡辩？是想活活气杀我吗？我自幼教你恪守家规，品行端重。你迟迟不肯安家立业，整日贪玩游荡，行事越发不端。你可还记得自己身为顾家人的本分？家训！那父亲告诉我，顾家家训里何时多了一条，顾家子孙不得入仕为官。明明小时候，父亲是那样细心的栽培我，替我请夫子，送我去书院。明明父亲自己就是在朝为公的人，为什么辞官以后却突然不许我考科举？我不服。是，这家训是我定的，你是我的儿子，你就只能听我的。如果你想入仕，除非你不姓顾。是啊，反正姨娘已经替你生了另外2个儿子，父亲自然不在乎我是不是姓顾了。父亲若是觉得我丢了顾家的脸，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恩师，这又是何必呢？隔三三差五就要演这么一出戏，让这孩子以为你当真对他失望至极。你明知他内心有多苦，既难寻良缘安稳度日，又不能建功立业，此生还有什么指望？唉，不这么做，那个人怎么会相信我对此一无所知？你以为5年前他当真同意你那番说辞？回想起来，我也很是诧异。5年前我硬将那支下下签与姻缘相联系，内心不过抱着一丝侥幸，根本没想过圣上会接受。但那个人竟然附和了我的说法，若非如此，圣上也不会这么轻易点头。他不过在圣上面前假装仁慈。若是川儿稍微走漏点风声，到时候他就可以顺势拔出我这个眼中钉，连你也不能阻挡。恩师说的是，只是也太苦了这2个孩子了，好端端的
一生都被束缚。话说，恩师怎么知道他今晚去了雅乐坊？看来他和川儿的纠葛是解不开了，需不需要我出手？那倒也不用，有他跟川儿拌嘴较劲，川儿的日子反倒能热闹几分。阿福，醒醒，今晚我爹出去了吗？没有啊。那今晚有什么人来找我爹了吗？也没有啊。不过吃完晚饭后，有人给老爷送了封信。信？什么信？我想上。安息息。只要一想到顾家父子今夜争执，生辰都过得格外舒心，白日烦扰也烟消云散。西城眼线布下许久，如今才想到此法拿捏顾川，换个思路，果然事半功倍。我身为安家嫡女，从前钱财无忧，与顾川周旋向来不计花销。可我屡次拒婚惹父亲动怒，如今被停了月令，手头拮据事小，没钱对付顾川可万万不行。好在5月份父亲前往江南，把商行交由我打理。这几个月借着拓展生意，我竟攒下5000多两私房钱，也算小有积蓄了。总觉得今年的生辰好像少了点什么，算了，不想了。小姐，苏家下人刚送来的生辰礼，说是苏少爷昨日记错了日子，今天特意补上的。嘴上祝生辰叹流年，实则是告知已与方小姐定亲，还推脱是长辈安排。我早察觉他1年未曾登门，不过是嫌我年纪渐长，不愿再结亲，何必假意客套？烧了。是，烧了。小姐，你以前不是说旁人的心意即便不能接受，也不该随意怠慢，让奴婢都好好收着的吗？这回连着以前的一并烧了吧。还有他送过的那些礼物，你们若有喜欢的就拿去分了，不喜欢的统统扔出去。不好意思，几位客官，今天实在不方便，明日再来吧。岂有此理！谁让你关门的？当家的啊。我什么时候让你关门了？原来我才离开几个月，当家的就已经换人做了。完了，前几日听船行的伙计说南方回程的船提前到了，我怎么把爹在船上这茬给忘了？还不给我滚进来！爹，别算账了。你给我起来！不起，这是我该受的。这种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晚了就麻烦大了。哼哼，你以为你这样我就没办法了？23间酒馆均价650两，合计14950两；17家牌馆均价900两，合计15300两，总计30250两。爹，不用算这么清楚吧？那个250不能抹个零吗？我真想把你这零头一并抹去，要不是念在你已故娘亲的份上，我早不理你了。你这个挥霍无度的丫头，我离京前就料到你会花些冤枉钱，可万万没想到，才2个多月你就折腾出这么大动静。听姚掌柜说，我若是再不回来，你连雅乐坊都打算买下，真是好本事啊，安西西。爹，我还不都是为了帮您出气？当年顾永年冤枉您收受贿赂，如今他儿子顾川整日游荡享乐，我实在看不惯，怎能让他过得这般自在？你是不是糊涂了啊？他爱玩乐便由着他，
身为顾家长子，一味不求上进，顾家迟早会日渐衰落。你如今把他所有消遣去处全都买下，断了他的乐趣，反倒逼着他发愤进取。万一他受激励考取功名，入朝任职，顾家岂不是又要重新崛起？爹的话好像还真有几分道理。罢了罢了，此事暂且不提。你们都先出去，我另有要事和当家的商量。这么多年，爹极少跟我用商量二字，我心里隐隐觉得大事不妙。闺女，爹这次去江南，帮你定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江南富商之子，今年刚满20岁，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容貌俊秀，气度不凡，样样都合你的心意。这般完美的少年公子，怎会看上我这个25岁的女子？爹，您该不会是赔上大半家产才促成这门亲事的吧？傻丫头，这你就不懂了。两地相隔遥远，江南那边哪里知晓你的真实年岁？果然是精打细算，可爹根本不知道我身上还牵扯着一道圣旨，只当我这些年推脱婚事是贪恋安逸富贵，眼下该如何是好？爹，我不能嫁。理由呢？爹就只有我一个女儿，我怎能远嫁他乡？我想留在身边，一直陪伴侍奉您。你嫁出去，我反倒能清静度日；你留在家中，迟早要把我气得寝食难安。其实女儿身子一直孱弱，不必多说，这门亲事你必须应下。看来爹这次心意已决，事到如今，我只能另想办法自保了。爹，我并非贪图富贵，也不是心高气傲不愿成婚。我迟迟不肯应允婚事，是因为几年前出城途中不幸遇上了一伙劫匪，他们见我衣着华贵，便抢走了随身的财物首饰，其中一人心怀歹艳，对我百般侵扰。我爹会护着你，养你一辈子。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行文太过平淡，少了几分情意；分寸太过张扬，不妥；意图太过直白，容易被识破。此事我绝不会就此作罢。傍晚见小姐哭得伤心，我还以为她在书写心事排解愁绪，可这纸上分明是倾诉情意的文字。小姐这是怎么了？双喜，你来的正好。我爹去年送我的那条面纱放在何处？面纱？您是说老爷送您出门时用来遮挡容貌的那条西域面纱吗？对对对，就是那条，放在哪里了？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步，只是京中人人都认得我是您的丫鬟，往后若是不便露面，我是否也需要佩戴面纱？我何时怕过旁人议论？这些年闲话听得多了，早就习以为常。那小姐特意找这条面纱是要做什么？我要去拦住顾川。5年前那只下下签有言，求签之人恐会招致祸端。当时流言指向我与顾川二人，我竟傻傻隐忍了5年。只要将事端引向顾川，洗清自身嫌疑，我便能重获自由，又何必走到如今被迫成婚的地步？小姐万万不可，此事太过冒险。逗你的，瞧把你吓的。找人把这封信送到顾家去，这样直接送去太过直白，恐会引得他心生抵触。找一位生面孔的伙计送去莫府，交给莫北恒，就说是旁人所托，请他代为转交给顾川。哎，老顾，是哪位姑娘托人传信？生的什么模样？容貌身段如何？这只簪子做工精巧，想来赠予你的女子必然品貌出众。是吗？依我看，和你般有趣。那这邀约，你打算赴约吗？你在说什么？就是这位姑娘，约你2日之后同游七夕灯会，你会去吧？你私自拆看了？自然要看。
莫名有人托我转交物件，信封里还藏着东西，我总得确认一番是否稳妥。寻常男子收到女子倾心的书信，本该心生欢喜，他怎么反倒一脸戒备？你就没发觉，这封信处处透着蹊跷？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是很寻常的青木字句，看不出异样。第一，女子托外男传信诉情，举止有违礼数。第二，贴身发簪随信相送，也极易招来闲言是非。信上并未署名，旁人也无从知晓是谁所为，不必多虑。哼，这便是第三处疑点。既然不愿留名，直接送到顾府即可，何必辗转托付于你？纯属多此一举。你这么一说，确实不对劲。对方这般行事，究竟目的何在？这些年与我纠葛不断，行事这般随心所欲的人，除了安西西，再无他人。那你到底去不去赴约？去。为何不去？前几日被人暗中告密，害得我与父亲争执不休。如今他主动现身，正好借机理清恩怨。这一番谋划堪称周全，七夕灯会氛围正好。待到四下无人之时，我劝他饮下这2壶柔醉佳酱，再引导他说出心意，届时引来旁人撞见，众人便会认定2人私下交好。之后我再去找李元说明情况，将当年签文所指的祸端尽数引到顾川身上。只要洗清自身嫌疑，我便能摆脱眼下的困局。这般僻静之地，少有人来往，用来办事再合适不过。真美啊！5年前的七夕，我本也该在此邂逅良缘，谁知世事难料。但愿今夜过后，一切都能重回正轨。我前去赴约，你们跟着做什么？我们帮你把把关呀！可不是嘛，你孤身一人许久，忽然收到女子邀约，难保不会乱了心神，看走了眼。我虽独身，却也并非不通人情。话不能这么说，正因为见得多，至今依旧孑然一身，我们才好奇你的眼光。和2人争辩无益，今夜邀约之人十有8九是安西西，她向来口无遮拦，若是当众说出隐秘，难免生出风波，得想办法甩开他们。可我们3个一同上前，怕是会惊扰了对方姑娘。放心，我们就在远处观望，真有近况再上前庆祝。街上人流繁杂，想甩开他们并不难。也罢，走吧。奇怪，去年这树上挂满了球缘红绸，今年竟空空如也。信中写明在此相会，整条街上数这棵树最醒目，他应当不会找错。无妨，没有白球，便用衣衫上的红丝带替代。他素来偏爱热情开朗之人，这身红衣定能合他心意。看来这身热情的装扮格外动人，倒让众人不好意思逗留了。你看见树下那个人影了吗？你这么问，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我自然是看见了才问你，这模样实在古怪，实在让人心里发慌。别再胡乱揣测，今夜佳节，莫说扫兴的话。此前便觉得邀约地点蹊跷，我想起上月曾听闻，有位女子在此遭遇情伤，失意离去。此地本就少有人久留，如今看来更是怪异。听说那位失忆的女子，当日也是一身白衣。这就走了？此地处处透着古怪，我没必要在此逗留。我们3人都能看清对方模样，方才路人也纷纷避让，想来定是寻常女子，不必多虑。是啊，来都来了，
总不能让人家白白等候，上前一探便知。算了，这棵树十分醒目，他定然能寻到这里。算下来，我们已有3年未见，昔日街头争执的场面还历历在目。当初去为友人置办贺礼，才知晓对方是漠北庭，没想到时隔许久，再看他，竟也这般俊朗。胡思乱想什么？我是特意设局而来，万万不能乱了分寸。我们争斗多年，即便蒙着面纱，也不能轻易对视，免得被他认出。请问，是姑娘托人送信约我前来？你是？脚步轻盈的得似常人，看着如同凌空而行。若不是同伴还在身方，我早已转身离去。这般情形进退两难，我当真不该前来赴约。双腿又酸又麻，刻意维持仪态实在辛苦。好在他一直紧紧跟随，看来计划进展顺利。纸扎铺，我明明记得结尾最后一家是僻静的古玩店，这下糟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在此封面实在古怪，不如谎称进来挑选手工纸鸢，他应该会相信吧。这2人倒是溜得飞快，佳节之夜特意来到纸扎铺，实在蹊跷。真想就此离开，可既已赴约，总该打声招呼再走，未免失了礼数。公子，我们到了。既来之则安之，这里偏僻少人，反倒不会被旁人打扰，用来办事再合适不过。这里就是安西西说的地方，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好地方。他带我来这里，到底想做什么？就是这里吗？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公子，请进吧。罢了，进去看看便是。我向来行事是坦荡，也没什么好顾虑的。客官，请问需要些什么？您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这边忙活呢，有位要的。店里的货品我全都买下，想借用此处片刻，还请您暂时回避一下。让公子受惊了。店家平日里行事安静，才会这般出人意料，还望莫要见怪。这位店家行事确实出人意料。等等，他的手掌温热实在真切，看来之前的猜测都是我多想了。姑娘有话不妨直说，在下还要早些归家。别急呀，今夜可是七夕，公子难道不想？我并无此意，姑娘莫要胡乱揣测。可我心中惦念公子许久，早已心生倾慕。姑娘说笑了，我无才无势，实在不知有何处值得姑娘倾心。此人言行举止处处反常，行事古怪，我必须多加提防。公子出身书香门第，学识过人，本就值得人敬重倾慕。姑娘误会了，我如今家境平平，并无旁人所想那般风光。公子饱读诗书，满腹才华，这便是最大的长处。不过是死记书本罢了。公子身姿俊朗，气度不凡，容貌终会随时光老去。世间俊秀之人众多，我也算不得出众。啊！公子何必这般推脱？我的心意从来都不曾改变。今夜佳节良宵，不如你我小酌几杯。这举止风格太过熟悉，还有这酒香，分明是安家特产的酒水。就算换了装扮，遮了面容，也改不了你的性子，安西西。是我太过拘谨了，能得姑娘青睐是我的荣幸。既然如此，便不再辜负这良辰，我自己来。他怎么这般急躁？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这下该如何是好？公子且慢，行事何必如此仓促？酒还未曾饮过呢。饮酒过后难免一身酒气，想来姑娘也不会喜欢，不如由姑娘先饮。
他是想看清我的样貌，若是不肯，便会一直被他牵制；若是摘下面纱，身份便会暴露，实在进退两难。不如定下规矩，我饮1杯，公子便饮3杯，如何？想借着酒意灌倒我，我的酒量可不是轻易就能被比下去的。好，就依你所言。请。酒已经饮完，如今是不是该……这才刚刚开始呢。照旧，你3杯，我1杯。还想沿用之前的法子，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样。等时机一到，便反将一军。如今倒是懂得灵活应变了，和往日大大咧咧的模样截然不同。哼，我自然清楚他心思缜密，不断变换方式，让他猜不透我的举动，我才能掌握主动权。酒已饮尽，接下来便做些别的事吧。他的声线沉稳有力，格外好听，竟想再听他多说几句。你方才说什么？我说，酒喝完了，不如做些别的事。糟糕，不仅觉得他声音动听，连整个人看着也顺眼了，可不能再胡思乱想了。我方才为何会主动奔上前？莫非是酒意上头？可他同样饮了酒，为何状态如常？原来他是故意借着酒意设计局面，连自己也一同入局，倒是好手段。约定的时辰到了，双喜已经就位，方才险些被对方扰乱心神，如今继续按计划行事便可。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摔在这里？哎呀，姑娘怎么不慎摔倒了？我还以为姑娘是在打趣玩耍，几杯酒水而已，不至于这般失态吧？原来他只当我是在玩笑，想来无人能抵挡这般姿态，计划依旧可以继续。好险，方才险些落入他的圈套。他步步设计，定然另有所图，我万万不能松懈。公子说的有理，良辰莫要虚度。只是在此之前，我想向公子讨要一句承诺。不知姑娘想要何种承诺？倘若今夜你我相伴，公子难道不该给我一个名分吗？自然，应当如此。他这般依偎着我，我竟难以静心思考。理智不断提醒我保持距离，心跳却不由自主地变快。听着心跳，他已然心绪大乱。接下来，好戏就要开场了。那公子还不快说来听听？不能一直被他牵着走。既然他想要承诺，我便反过来向他讨要。那不知姑娘又能给我怎样的承诺呢？什么？姑娘方才说倾慕我许久，如此说来，姑娘难道不该先许下承诺吗？向来只有男子许下承诺，哪有反过来向女子索要的？来不及多想，先随口应答便是。那是自然。且慢，我倒想问问，姑娘对我的心意究竟有多深？是如溪流一般浅淡，还是似山海一般厚重？自然是如山深似海一般般。山高水深，又怎么能寥寥几字说完？这样吧，我们坐下来，姑娘好好详细说说。原来如此，这便是你今夜的谋划，竟想出这般算计人的法子，想借机构僭于我。既然你今先步步算计，那就休怪我随机应对了。不对劲，这是何处？我分明记得昨夜还在纸扎铺饮酒，怎会一觉醒来同处一床？此事实在荒唐。更让我慌乱的是，竟已是日落时分，也就是说，我与顾川就这样共处一室，昏睡了整整1日。面纱尚且完好，衣衫也整齐无乱，想来昨夜只是双双醉倒，并未发生其他事端，他应该也没有识破我的身份。趁他尚未醒来，速速离开为妙。只要不被旁人创见，此事便无从说起。我只需矢口否认，便可化解这场风波。双喜，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在这儿怎么不早点进去叫醒我？小姐不是说绝对不能让人发现你的身份吗？我若是贸然现身，旁人便会知晓房中之人是你了。
宿醉之后头脑倒沉，倒是多亏你考虑周全。对，既然事情办成了，我们别耽搁了，赶紧走。办成什么了？昨夜我不是让你带人守在街尾，等候顾川向我表明心意吗？只要众人听见，我的计划便算成了。是啊，我记得小姐说是街尾最后一家店铺。昨晚我把人引过去以后，确实听见里头有人倾诉心意，但那不就成了？可是小姐，昨夜开口倾诉心意的并非顾少爷，而是你。我听见小姐夸赞顾少爷，说他风姿卓绝，潇洒不凡，是天上的星星，是你心目中的月亮。顾少爷只说不信这般甜言，认为须是真心流露。后来又见你言语打趣，直言愿与他相守，此生不负。别说了，你还直言愿意一片赤诚相待，以此证明心意真切。幸好顾少爷婉言推辞，他说你我不过萍水相逢，还劝你珍重自身，谨守本心，你这才作罢。顾川分明是故意捉弄于我，这般一来，旁人听见的反倒像是我主动纠缠于他。我一听情形不对，便知你酒醉失了分寸，连忙将围观之人引走。等我折返回去，你们早已离开纸扎铺。我寻了整整一夜，才找到这家客栈。待到我赶来时，屋内已然安静，我也不敢贸然闯入。别说了，此事实在难堪，这叫我无地自容。所以小姐，你与顾少子昨夜并未生出其他事端吧？头都昏沉了，我也记不清，别再问我了。我想到了，顾安两家长辈素有旧嫌，不过老爷多年来也未曾以为难顾家。如今外界流言四起，你的名声难免受影响。顾少爷至今也未婚配，二人处境也算相似。休要胡言，我断然不会考虑此事。我宁愿跟头猪不能负责，顾少爷能啊。顾家虽家道中落，好歹书香门第。顾少爷读了那么多年圣贤书，若真污了姑娘清白，总不能不认吧？要按奴婢想，不管昨晚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小姐你就只管说有。说有，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昨夜计划废了，顾川八成已经起疑，再想坑他难。可若他以为这事能翻篇，做梦。你先回去，昨晚的事半个字都不许对外说。小姐，你要去哪儿？丢脸是丢脸，但不能白丢。闭嘴！再脑补，我把你也刻墙上。装死最好，待会儿醒了有你好看。他怎么又回来了？面纱都摘了。顾少爷睡得可还安稳？大意了。顾少爷醒了。安大小姐，这是要睡醒了再算账。顾川，你还有脸问？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整整一日，我的名声，我的清白，全毁在你手里了。你继续。你读了这么多年圣神书，难道不知道姑娘家的清白比命还重？知道。那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交代什么？负责。你倒是说话啊！安西西一哭二闹，不像你。谁一哭二闹了？我这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委屈的叫摘下面纱，自己躺回来。昨夜酒是你喝的，话是你说的，今日这场账也是你先算的。你到底是清白受损，还是另有所图？顾川，你少血口喷人！
干什么？放开我！放开你可以，你先说说，你打算怎么对我负责？我对你负责？顾川，你脑子被门夹了！讲理而已。既然我不是你理想中的女子，又不温柔，又不美丽，又不善解人意，你还让我负什么责任？不怕以后对着我想吐吗？说得对，这也是我想问的。我应该也不是安大小姐的理想对象吧？你要我负责，不怕以后对着我想吐吗？那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我是女子。所以女子的清白是清白，男子的清白就不是清白。我一个清清白白的读书人，昨夜被你卷进风波，今日又被你一口咬定毁人清白。你清清白白，不然呢？你读书都读到脸皮上了吗？读书人讲理，你这是讲理？不然讲情。谁要跟你讲情？那就讲责任。现在我的清白无端端被你污了，安大小姐，你难道不该负责任吗？安大小姐，我的清白无端端被你污了，你不该负责吗？怎么，刚才哭得惊天动地，现在哑了？顾川，你真想娶我？你若真想负责，你又想挖什么坑？那我现在就喊人，安家大小姐、顾家少爷同处一室一整日，明日京城茶楼就能连说3个月。吓我？我吓的是你吗？我吓的是我们2个。你我今日争谁负责？争赢了又如何？5年前那道圣旨还压在头上。终于肯说真话了。你不想娶我，我也不想嫁你。可圣旨在，我们谁都别想正经谈亲事。圣旨一下，我们都成了笼中鸟。这茶怎么这么中心，专烫自己人？你算哪门子自己人？现在不是，马上就是。 5年前，一支下下签，一句祸国殃民，圣上赐婚。可如今5年过去，天下太平，什么灾也没有，签文有时效，人心也有。圣上日理万机，或许早忘了当年这桩荒唐事儿。圣旨不是街边欠条，说忘就忘，所以才要让他自己收回去。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知道。 违抗圣旨是死路，让圣上收回成命才是活路。顾川，你我斗赢了彼此，也斗不过那道圣旨。与其互相拖下水，不如一起找岸。凭什么？凭你安大小姐一张嘴？凭我安家有钱，这倒坦诚。也凭你顾家从前在朝中不是全无根基。你读书多，心眼儿也多。 这是夸我，算半个。只要有一线机会，我都要试。你若不帮我，那我们就继续互相拖死；你若帮我，从今日起，我们不是夫妻，不是情人，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一条绳上的蚂蚱，事成之后，你会不会一脚一脚把我踢下去？不会。你答得太快，像假的。那你要怎样？除非你证明。 你对我确有情意，你想干什么？哼，安大小姐方才不是口口声声要我负责，既有情意，证明一下很难。比如，停，够了吗？不够我就反悔。你还真欠。不是你让我证明的吗？顾川，你最好别得寸进尺。 安欣欣，好，我答应你，
看你识相。不过，既然要结盟，从现在起，外头每一只眼睛都是我们的敌人。你又想定什么规矩？下一回见面，你就知道了。顾川这个混账！我就是亲了条会写字的毒蛇！小姐，顾少爷他咬你了？什么咬？没有咬，什么都没有。没咬您还洗成这样？我乐意。我今日吃了脏东西，洗洗嘴怎么了？那顾少爷答应负责了吗？他负责个头！我和顾川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见面就想打他。可小姐刚才说她会写字。你出去。小姐，您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奴婢？我最大的事就是从今往后见顾川一次骂他一次。小姐，若真被欺负了，奴婢替您骂他。骂，必须骂。亲脸可以丢人，结盟不能露馅。双喜知道了，等于半个京城知道了。顾川，你是有病吧？为了圣旨，为了自由，为了以后能嫁个正常人，狐狸妹妹就狐狸妹妹。顾川，你等着，迟早把你这只玉面狐狸扒成秃面狐狸。狐狸妹妹，你再叫一遍试试。行动纲要第1条，街头必须用代号。那我也按规矩来。玉面哥哥，你叫得我浑身不自在。彼此彼此，你起的代号也没好到哪儿去。这里就是你选的接头地，寒灯书院。你是怕我们死的不够显眼？怕死就别结盟。我是怕跟你一起死，死的不清不楚。那就听清楚，从今日起，我们不再只是互相拆台，这里是我们让圣上收回成命的第1条路。一间书院能管圣旨？你不知道我朝历届状元10之8九都出自寒灯书院吗？现任院士岑夫子是天子恩师，朝中多少大人物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你带我来，不是为了恶心我？恶心你是顺手。顾川，狐狸妹妹，想撤职，就先学会闭嘴。他们在干什么？有大人物要来，想让圣上收回成命，得找朝臣帮忙。过阵子书院100年庆典，你乔装成厨娘混进去。你是谁？偷偷爬进来干什么？我现在戴面具还来得及吗？顾川，你这个叛徒！可恶！别让我再见到你，再见到我就一刀！你脱身了？幸好刚刚我当机立断，跳出墙头替你引开那群人，总算咱们都全身而退了。那你总得知会我一声啊！情况危急，哪来得及？总之你记得，我绝对不会丢下我未来娘子不管的。未来娘子有点甜，怎么回事？怎样，摔疼没？哎，你脖子怎么起包了？别动，我帮你看看。可能是摔进草地被虫咬了，别挠，
压一下就不痒了。老顾，你们在干什么？完了，是我那2个全京城最八卦的死党。我受够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住手啊，老顾！想想你爹，想想我们3个的感情，你舍得丢下兄弟吗？如果是兄弟，就不要阻止我！不至于吧？小惩大戒一下算了。绑起来好了。绑起来？还等什么？快点啊！麻溜的，我们帮你把风。只能先得罪你了。老顾，刚刚我们配合的不错吧？故意不阻止你，好让你出出气。那棵树上有个缺了口的蜂巢，不用一会儿，安大小姐浑身就会爬满蜜蜂。明天早上，脸就盯成猪头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老夫从医多年，没见过被盯成这样的。姑娘，你是直接把脸撞进蜂窝里去的吗？你会不会说话？去开药，开最好的。你居然折回来送我来医馆，不怕被人认出来？你还挺有义气的。我跟你说过，我绝对不会丢下你不管的。男子汉大丈夫，言而有信。大夫说了，你的脸最近绝对不能碰，最好连风也别吹。一会儿我给你买顶带纱巾的斗笠，千万别取下来，知道吗？他这是在关心我。你说我女儿要是跟安西依一样嫁不出去，可怎么办？唉，不过安西西家财万贯，嫁不出去也不愁吃炭。我女儿可没那个命。姑娘家相貌最重要，她那没心没肺的样儿，不是？安西西嫁不出去怎么了？吃你们家大米了？轮得到你们在这说三道四？我在这不分个什么劲儿？大约因为我现在跟她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非议她就等于非议我，一定是这样。冯伯母、莫伯母聊什么呢？这么开心？书院100年庆典，能不能弄2张票？我想带个人。带姑娘吧，包在哥哥身上。不会是七夕那晚的女鬼吧？100年庆典那天，你一定要引荐她给我们认识，不然这2个位子你休想。安西西那边还不知道能不能全身而退，这边又摊上麻烦。憋死本小姐了。小姐，我忘了拿。怎么了？老天爷啊！有贼吗？妖怪啊！这猪头是谁？顾川，你这个王八蛋！居然还有温度，要不要这么记仇？累死我了！我今天要一次打10个。大小姐，后门有个叫玉面的找您。我跟他们掰了，战军霄和漠北庭。你们不是穿一条裤子吗？其实那天送你去医馆，我就想散伙了。帮你的事，根本是战军霄提前看到了蜂窝想出的恶毒计谋。我知道后立刻赶回去，还是晚了一步。晚了就算了，居然还骗我，害我肿成猪头。所以我不能接受懦弱的自己，连未来的娘子都保护不了，算什么男人？我刚刚去找他们打了一架，赔上这条命我也认了。你该不是把咱俩假成亲的秘密告诉他们了吧？那倒没有，不过他们好像已经开始怀疑了。无所谓，我不想再骗你了，是我错了。什
谁说你有错了？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你现在赶紧回去找他们俩和好。为什么？他们把你欺负成这样？不过就是被蜜蜂叮了几下嘛，比起掉脑袋，这点皮肉之苦算什么？你要为了我忍辱负重。想想咱俩美好的将来，是不是就没那么难了？的确没那么难了。为了你，就算是跪下来认错，我也愿意。我这样打扮真的行吗？战君霄和漠北庭都是人精，你到底有什么计划？计划分4步，附耳过来，见机行事。然后呢？不是4步吗？低头啄米是点头，侧头是摇头，孵蛋是坐下，站起来是走人。原来是见机行事。顾兄怎么来得如此晚？你们先见朋友。这姑娘和七夕那晚判若两人啊，到底是哪家的？姓什么？姓胡。敢问姑娘贵姓？这老狐狸明显是不信我，非要当面再验证一遍。这就来了，4只鸡里也没有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原来是胡姑娘，懂了，不打扰你们了。看不出你还挺聪明。那当然。别抬头，扇子遮不住了。跟上。生怕失了礼数。肃静！太子殿下正在挥毫，赐赐墨宝，人人有份儿。谢太子殿下恩典。我说太子殿下，你连印玺都交给我来盖，就不怕我存什么私心，假传圣旨吗？从我8岁开始，我哪篇文章不是由你代劳的？我拿你当兄弟，这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劳烦兄弟你下次不要随口就赏人墨宝，行不行？我的手很酸。与民同乐，大抵就是如此吧。原来给人快乐，自己也会快乐，这种感觉真好。时间到了，你该出去了。总不会连露脸这种事都要让我替你去吧？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出去吧，京城的人也应该认识认识你。不了。你该不是怕遇见几年前那个女流氓吧？太子，你们留下来好好伺候。你明明说随便一抓就是个权臣，现在居然沦落到躲在桌子底下。偷听就是最好的方式。蹲好。秦相这回动了真格，下令6部自查。听闻圣上想派暗卫保护他，都被他拒绝了。可不是，今日西郊满叶村要烧死个村姑，相爷又马不停蹄去调停，这才缺席了庆典。目标秦相，击掌。谁把这张桌子摆这儿的？这是给太子殿下的，快挪到最前头去。这是太子。听说秦二公子没来，二公子是殿下的伴读，按理说文墨应当是翘楚啊。他醉心武艺，不爱诗书，我不得不每天帮他写功课，就怕父皇赶他出宫。习武有什么不好的？你们不觉得习武的男儿更有气概吗？堂堂太子亲自替半叔写功课，原来太子殿下欣赏习武之人。好的，从明天开始练武。趁秦相在西郊，我们去接近他。万一他不答应，我们就把剑往脖子上一横，威胁他。哼，刀剑无眼，换成棍子吧。你看，是不是像太子殿下说的，特别有男子气概？我跟你说正事，你满脑子耍帅，想跟人家秦公子一样受太子青睐，做梦！你凭什么认定我不如他？
哟，该不是想到有机会重遇心上人，开心的一晚上没睡吧？我哪有？哎呀，你干嘛？谈正事。秦相行踪诡秘，我们只能用钱买通他身边的心腹。有钱能使鬼推磨。相爷不日会到玉府楼用膳，我只负责放水，能不能让相爷接见我不管。多谢关照。就这，放个水就拿走我存了3000两银子，3000两一人一半，你的那份呢？早就花完了。我真是脑子被驴踢了，整个东城的酒楼都是我安家的产业，他在我家吃饭，我身为老板直接去打招呼不就行了？我的3000两啊！这一桌起码上100两，谁点的？记你账上了。难得来你家酒楼，不得尽尽地主之谊？忍住，办正事要紧。那算哪门子的心腹？都被赶到门口站岗了，他真能帮我们？没问题，他让我们等着。汽车保帅才是上策，不送些人给御史台，圣上怎会相信本镇对他忠心耿耿？相爷英明。相爷，属下前些日子跟您提的想在京城置一处宅院的事。你跟了我好几年，办事妥妥，这点奖励不在话下。不过买宅院是大事，急不得。其实属下已相中一块风水宝地，在应翠街。那岂不是离相府108000里？不行，你是本相左膀右臂，不能住太远。其实离相府很近的西方街也有一处不错的宅院。如此甚好，你应该早说呀。那相爷的意思是？本相想起来了，之前命人去采芳街给二公子寻觅别院，还没着落，不如……既然是二公子要住，杜某自然愿意割爱。师月，你真是本相的贵人。来人，给杜师爷再加一道鱼香肉丝。相爷，5年前那只下下签的主人公顾川，他想求相爷通融，出了1000两。顾永年退位这么久，还有这等积蓄，可惜当年他坏了本相的大计，越是他，本相越不能见。明白，接见他等于明知故犯，不如让他自乱阵脚。那这钱退回去。哼，你这么聪明，自然有办法搞定。杜师爷，收钱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既然见不到人，退钱。顾公子稍安勿躁，明早相爷会坐轿经过东郊河边，你们不妨用点苦肉计。相爷最是爱民如子，若有苦主拦路缠情，他定会下轿亲审。言尽于此，告辞。苦肉计，谁来挨打？你凭什么是我？秦相是男人，男人最容易对弱女子生出怜悯之心。你想想，是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哭天抢地管用，还是看你一个弱女子被打得遍体鳞伤管用？如果不配合，咱们那3000两银子可就彻底打水漂了。算你狠！别怕，我交代过他们做样子，绝不会伤到你。等等，把你衣领最上面那个扣子解开。为什么？强抢民女啊，大姐！拉拉扯扯之间，衣上乱点才逼真嘛。来了，轿子来了！准备。你发什么疯？轿子马上到了。快，帮我把扣子系上！干活！你从是不从？别给脸不要脸！啊！救命啊！没王法了！住手！
你没事吧？没事。大侠饶命啊！谁指使你们这么做的？7年了，没想到你还是烈性不改。你听我解释，难道你以为我想对他？晚了，若我不阻拦，你打算对他做什么？兄台救我！今日我暂且不跟你计较，人我带走了，你若不怕死，只管到相府跟我要。起轿。相府？还说他住在相府？老天爷待我不薄啊，连家门都摸清了。多谢兄台相救，我伤势不重，这就此能停下轿子吗？那个女子不好惹。我叫秦心，住在东城相府，相府的人都认得这块玉，带着她，没人会为难你。多谢秦公子。快告诉我，他是不是香儿公子？他有跟你说什么话吗？是秦心，不过要我说也可以，除非你先告诉我，7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爱说不说。先说好，你听完绝对不许笑。当年我看上他了，想请他喝茶备聚，我脑子一热，当场把茶摊买了下来，一杯茶100两，就想逼他认怂。结果惹怒了旁边的官差和茶客，我被当成恶霸，提着裙摆落荒而逃。喂，你答应我不笑的？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能比你人品低劣？一杯茶100两，你怎么不去抢？以后你要是敢顶撞我，我就把这事拿出来讲。就冲这个把柄，我这辈子吃定你了。当年我少不争事嘛，家里所有人都惯着我，那还是第一次有人不领我的情，周围又都是人，面子实在挂不住，才脑子一热的。其实事后我很后悔，一直想着如果有一天再遇到他，一定要当面道歉。谁知道再见已是7年后，还是今天这种拿剑架脖子的场面。经过这7年，他的气消了没有？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他剑都拔出来了，可见是恨你入骨啊！男人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7年前那一笔还没勾销，今天你又让他误会你强抢民男，下一次他见到你，估计直接将你碎切成万段。你揪着我的袖子干什么？休想！我不会帮你的。咱俩好歹同坐一条船。亏你还记得咱俩同船，计划说变就变。幸亏我随机应变装晕，否则秦溪早看出问题了。要是他跟秦相爷说，以后我还怎么接近秦相？那他现在不是没看出问题吗？虽然没见到秦相爷，但是见到了秦二公子也是一样的。只要能接近他，还怕没有见到相爷的机会吗？你的重点不是见到秦相爷，是接近秦二公子吗？当然不是。诚然，我有一部分私心是想化解恩怨，但这只是人之常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接近秦相，求他帮忙。万一因为秦心对我的误解，在相爷面前留下了坏印象，岂不是连累了你？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然不知道你有这么巧如活的本事，当我是傻子吗？这是我多年的夙愿，求求你了。你多年的夙愿关我什么事儿？不过要我帮你也可以，我有什么好处？你等我一下。上次那3000两你都心疼半天，这些大概是你最后的全副家当了吧？为了讨他原谅，你竟然舍得下这么大的血本。说吧，想要我怎么做？我也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希望让秦心知道真正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当面跟他道歉，解开当年的结。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行，等我好消息吧。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从前真不该那样对你，我发誓，以后一定会加倍补偿你。拿了钱还被发好人卡，真期待你发现被骗以后的表情了，安大小姐。乔能，你这次回来又瘦了，多吃点儿。来人，把相爷面前的那盘水晶鸡换到二公子这边来。娘，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你非要把他往外赶？从他6岁起，你就把他送进宫。别人家的孩子被爹娘疼着，他在东宫帮太子挨夫子的打，替太子做功课，还要模仿太子的笔记。最过分的是，为了瞒住圣上，非逼着他练武当太子的替身。你明知道他只喜欢读书。你说够了没有？为太子殿下做任何事都是臣子的本分。那你就不会心疼儿子吗？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爹身为一国之相，心系天下百姓，儿子并不觉得有什么。娘，练武强身健体也不是坏事，习惯就好。如果爹娘没什么事，我先回房休息了。是他干的。白天我回去以后，就发现他带着人在我家附近蹲守，我还没到家门口就被他拖进了暗巷里。岂有此理！他说我居然找你假扮相府的人来骗他，不由分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他还说，以后我找你一次，他就打我一次。他在哪儿？别，天色已晚，他家人多，我们敌不过他。我就是拼死过来告诉你，以后见到他记得绕着走。兄台，兄台等等。怎么了？他不许你来找我，你还来给我报信，这么一回去，他岂不是又要对你不利？晚上就在相府将就一个晚上吗？对了，还没请教兄台。我叫顾川，我爹以前在御史台顾永言，不过现在已经辞官了。御史台顾大人，那可是太子殿下最为敬重的刚正恩师啊！顾大人的公子竟要遭到恶霸如此对待。顾兄，他一定并非寻常恶霸，背后到底有什么势力？难道是王侯之女？全倒是没有，贵是挺贵的。她是京城首富安记商行的千金安西西，原来是安家的女儿。只是我记得7年前见到她的时候，她约莫20岁，如今应当已经嫁作人妇才对啊。她要是能嫁出去，那才有鬼呢。你不知道，他爹纵容他，硬生生把他惯成了一个刁蛮任性、无法无天的女流氓。你可要为我做主，每天到处上街调戏良家买男，臭名远扬。因为嫁不出去，最后就把气撒到了我身上。今天你看到的那样，他表面上是想让我从了他，其实是借机对我拳打脚踢。我就算从了他，以后少不得也要挨打呀。一恶不粘，天子脚下岂有治不了的恶霸？顾兄，我们明天就去报官。报官？当然，我知道顾兄担心安家的财力，你放心，若是官府不敢管，我便去请太子殿下主持公道。不能去官府。为什么？因为
我觉得她毕竟是这个女孩子，如果闹大了被判了牢狱，也挺惨的。顾兄真是与人为善，以德报怨。那若是取得苦主谅解，打个几十大板，免去牢狱之灾呢？不好吧？你想想，他从小养尊处优，细皮嫩肉的，打他几十大板，不是要皮开肉绽吗？那也太狠心了吧！不，这样不好吧？为了京城的美男们，秦兄，委屈你了。好吧，那就这么办。老板娘，不知道你还记得7年前那位公子吗？我约了他在这里见面，跟他道歉，不过可能还需要您帮个忙。姑娘只管说，只要我能帮得上，义不容辞。那不知道您能不能把茶摊重新卖给我？什么？你要我的茶摊？不行，这可是我赖以为生的店，我不能给你。要什么价钱，您随便开。有钱啊，那好说。一会儿那位公子来了，麻烦你帮我做个见证。顾川说了，只要我当着那位公子的面把这个茶摊给亲手拆了，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他的心结就彻底解开了。姑娘放心拆，我会在心里为你呐喊助威的。你喝。其实自从7年前分开，我一直特别后悔，觉得当年太冲动了。哎呦，姑娘，你别拆啊，求求你了！我不是已经买下这个茶铺了吗？你别这样，大不了我给你加钱啊，这些够不够？不够我再去拿。这就是你的礼物，再次在我面前强买强拆。我什么时候强买强拆了？我明明是买，不信你问他们。就是他强迫我们卖摊的。老板娘，你说话要凭良心啊！我怎么强迫你了？给你钱多你还不乐意了？钱这么多，我害怕吗？姑娘，你为什么成天跟我们过不去？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要是说，我是怕这个茶摊给你添堵，所以才想买下来拆了它，你信吗？可笑，给我添堵的不是你吗？告诉他，我一向是怎么处置犯了我底线的人。我们哀刀门的规矩很简单，谁犯了门主的大忌，一人一刀。哀刀门？你不是朝廷的人吗？你怎么会掌管着一个哀刀门？门主，这等机密他怎么会知道的？我约的明明是秦家少爷，我有什么理由不知道？看来是不能留活口了。你给我吃了什么？一颗毒药而已，过一会儿你就会饥肠辘辘。然而你每吃一点，毒药就会让你发胖一点，最后你会胖得像个皮球，直到皮肤承受不住，突然。顾川这个人，以后你离他远一点。若是再动他一根头发，休怪我手下不留情。夙愿得偿，安思思，以前你带着家丁追得我抱头鼠盼，没想过有今天吧？看你痛哭流涕，可比从你身上捞奇水过瘾多了。怎么哭得这么瘆人？心肝脾肺肾都要哭出来了吗？至于吓成这样吗？不会玩过火了吧？那镇长男人都得吓尿，何况她一个弱女子？等等，我怎么把她当弱女子了？不行，我得去问问秦心。你刚刚是怎么跟她讲的？那颗药丸是什么东西？我可没教过你喂人毒药。那当然不是真的毒药了，不过是一颗消食的健胃丸，东宫里多的是，吃了会让人很快饥肠辘辘。我不过想吓吓她，等她饿得两眼发晕的时候，自然就顾不上害怕了。原来是以为自己要死了才万念俱灰。过2天他发现没长胖，就知道是被戏弄了，肯定又能生龙活虎。行了，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顾兄，报仇固然痛快，但你得想想后果。若让他知道是你背后整他，你们这阵子生死与共的情谊，可就全毁了。是啊，那明明是上一辈的恩怨，我何苦去为难他？多谢，我会仔细想想的。快，去请大夫！晚了，大小姐可就扛不住了。请大夫，她病了，绝对是昨天吓倒了。你都一整天没吃东西了，乖，开门，跟爹聊聊，有什么问题爹都会帮你解决的。爹，你别管我了，我可能是报应吧，怪我没有听爹的话。报应，不是因为催婚。爹明白了，闺女，你是许久没有狠狠羞辱顾家儿子，所以觉得很是寂寞吧？你早跟爹说，爹现在就让人去西城把他逮过来，先让你抽他爷100鞭子，再吊起来用盐水泼，泼完再扔到油锅里炸一炸，给你解闷如何？好你个安父，居然这么狠毒，就让你看着你女儿饿死好了。双喜姐，离得最近的张大夫今天出城看诊了，还没回来。所以你们就回来了？你们是吃什么长大的？张大夫不在，你们不会去找别的大夫吗？舒心姐息怒，一群废物！有危险的时候你们跑得比鸟还快，连主子都不管。现在让你们做点小事就装傻，还不赶紧去请其他大夫，给我滚！是，我们这就去。在呢，小姐，小姐有什么吩咐？你吵到我了，让我安静一下。好的呢，小姐。安西西对我真算仁慈了，要是当年她用来砸我的不是银子，而是双喜这嘴炮，我早死无葬身之地了。好家伙，这就是暴发户的终极审美吗？这屋里随便拿一件出去卖，都够普通人家吃一辈子了。等等，那是什么？与其最后饿得瘦骨嶙峋而死，不如现在了结自己，还能死得美美美。我的小祖宗啊！你疯了吗？为了这么点小事你想不开？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怎么知道是小事？就算是天大的事，也不值得你拿命去交换啊！别死了，秦心为你吃的根本不是毒药，只是个健胃丹而已。他也不是什么哀刀门门主，那是编出来骗你的。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你想骗我，好让我乖乖的放弃轻生念头，对不对？我是说真的，他根本没那么讨厌你，是因为是我做的手脚，是我给他支的招，行了吧？我小气，我记恨你以前欺负我，所以存心报复。你怎么这样啊？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你骗得我好惨啊！是我的错，我错了，萧祖你别哭了，我发誓以后绝对不骗你了。我顾川要是再骗安西西，就让我出门遭遇横事，这辈子都走不了好运。不够，再嫁一辈子都娶不到老婆，行了吧？这可是你说的。你骗我，所以绝食也是假的？当然，为了引你上当，我可是连双喜和我爹都瞒过去了。到了半夜，我再偷偷去厨房摸包子吃。哎，你来的这么快，是不是很担心我？是不是很舍不得我死啊？你该不是……你要是再说，秦西那边休想我帮你。你刚刚发过誓的。我要是娶不到老婆，也一定拉你垫背。小姐，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啦！师兄，我答应你了，你记得吃饭。我是怕你有个什么好歹，你爹非灭了我不可。知道了，知道了，男人家的怎么这么啰嗦？你是自己乖乖跟我走呢，还是让我把你绑起来带走？安老爷，有话好好说嘛，什么事儿居然劳动您大驾？少跟老子装糊涂！我女儿这阵子早出晚归，玉福楼的伙计说她签了账单请一个男人吃饭，那身形分明就是你。双喜又说她的首饰少了大半，你敢说你不知情？说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被我女儿照顾的？我的老天爷，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连掩盖秘密的借口都替我找好了。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我是从1个月前被照顾的。不可能！我女儿明明恨你入骨，怎么可能突然瞎了眼看上你？你是不是使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你先松手！其实我们是各取所需。我家家境大不如前，看我有点姿色，又觉得这是个羞辱我的机会，我们俩一拍即合，他出钱，我卖笑，各得其所。就这么简单？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早看出来了，你做出这种不要脸不要皮的事，应该生气的难道不是顾永年吗？走，我现在便要去问问你爹，他是怎么教出了你这么个好儿子。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顾永年不是自诩两袖清风吗？怎么都离开官场7、8年了，还有贵人相邀？怕不是贼喊捉贼吧？父亲明明说辞官后跟官场再无干系，这深更半夜，他是坐着谁的马车回来的？他到底瞒着我什么？谁？好久不见啊，顾大人。怎么，看见我很惊诧？顾大人真是好兴致，深更半夜还出门应酬，比我这个首富还忙。哦，我突然想起来，顾大人好像不做官很久了吧？看来人虽不在官场，心倒是一刻也没离开啊。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安老爷有话就直说，不必一口一个顾大人。哼，问问你的好儿子干了什么？他为了钱财，不惜招惹我女儿，不顾颜面，连吃带拿。你们顾家就是这么教儿子的？安大小姐可吃了亏？当然没有。如此说来，安大小姐没有上当。既然如此，安老爷又找我要什么说法？你这是什么话？没吃亏就可以当作没发生了？怪不得从前顾大人冤枉了人，连句道歉也没有。原来这是你们顾家的家风，那我倒是谅解令公子几分了。毕竟上梁不正。喂，你说我就说我，不要扯上我爹。一码事归一码事，在我心里，这2件事就是一码事。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你个小兔崽子！够了，顾川，都给我闭嘴！冤有头债有主，安老爷既然犬子骗了安大小姐，大可以去报官。若是怕祸害了安大小姐的名声，直接将她打死也罢，不必来告诉我。反正我早当没这个儿子了。你有这样的爹，我都开始同情你了。